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我是 Grace。在这个平台，我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个人成长的知识、方法和工具，希望能够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你自己。那今天这期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10个建议，让这10个建议帮你在未来的6个月彻底的升级你自己的生活。那第一个建议就是舍弃完美主义，马上开始。我们很多人会发现，我们在不停地做计划，但是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或者是总觉得这些计划少一些什么，不够完美，反而迟迟无法开始。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的就是，再笨拙的行动也大于最完美的计划。如果你不去行动的话，你就失去了计划的意义。你计划为了什么呢？计划不就是为了能够让你赶快开始吗？如果你一直不行动，那你的计划就只是给你制造了一个你不用行动，但是似乎也让你自己觉得我有所改进、有所进步的一个假象和安慰。所以呢，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不管你想在哪一个方面改进自己的生活，马上去行动。第二个建议是，敢于拥有大的梦想。当你给了你自己一个5分的梦想的时候，那这个梦想就只能给你5分的动力。当你给自己找了一个能够满足你10分的梦想的时候，那这个梦想就能够给你带来10分的动力，让你使出浑身解数去寻找各种途径，采取大量的行动，帮助自己来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敢拥有这些大的梦想，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支持我们去实现这么高的目标。如果一个目标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那我们把它作为目标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也是很多人不敢让自己拥有大梦想的原因。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当你能够直面你自己的能力和梦想的差距，但是你敢于纵身一跃，敢于去行动的时候，你的能力会在你行动的路上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去弥补这个缺口。而当你不敢拥有大的梦想，没有行动的时候，你的能力就永远停留在一个你无法到达这个梦想的阶段。第3个建议，建立一个早起的 mindset 历程。我们每个人早上起来都很关注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早餐要吃的充分多样，这一天才精神饱满。但是你要把同样的关注放在你的头脑里，放在你对你头脑的关注上。你要知道，你每天早上都在给你头脑什么样的讯息，你是给予它滋养，还是给它添注了很多的烦恼。你每天早上一定要去运动，去读书，去激励自己，去做自我肯定，去做冥想，去做观想，建立任何你觉得适合你自己的早晨的历程。当你真正的建立一整套适合你自己的清晨的历程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些微不足道的，看似简单到你根本就不想实行的清晨的改变。如果你坚持去做6个月，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大的转变。第4个建议，清晰你自己的价值感。一说到价值感，好像很多人就觉得我又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很笼统、感觉很模糊的概念。那这样问你，接下来的6个月，你最想让你人生发生什么样的转变？我想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我想赚更多的钱。这个目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目标下面还有推动这个目标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动力。你为什么想赚到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发掘一下，可能是因为你觉得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或者是你觉得钱可以让你感觉更加独立。那这才是你看重的地方，这才是你价值所在的地方。所以无论你未来的6个月，你想在你人生中发生什么样的重大的转变，在这个目标之下，你要去发掘你自己的价值感，就是你为什么要达到这个目标，你的为什么，以及你到底在看重什么。把这些东西发掘清楚了以后，它就是你自己最看重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价值感的来源。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些你看重的，无论是自由也好，快乐也好，
或者是行动力也好，把你看重的这些东西很清晰的罗列出来，写出来，把它放在你的办公桌前，或者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当你的生活中需要做出一些你觉得不知该如何做出的决断的时候，你就要清晰的看着自己的价值感，问自己，我现在的行动是否和我自己看重的这些价值观是保持在一致的基础上。如果你能够保证你大大小小的决断都是按照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方向去抉择的话，那这条路的尽头，你的目标就在那里等待着你。第5个建议，每天进行行动的拉伸。什么叫行动的拉伸呢？未来6个月，你想让你的人生发生一个重大的升级、重大的改变，很多人都希望这个改变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6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一个种子变成一棵小树，但是这个改变一定是以你肉眼看不见的变化每天在进行发生的，绝对不是说某一天这个种子砰的一声就变成了一棵树。所以呢，无论你想发生的改变是什么，你的决定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它绝对不是在1天之内从 A 变到了 B， 而是一个以你肉眼看不见的微不足道的速度，但是不停的在变化。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今天的你都要比昨天的你更朝你自己的目标去迈进一小步。无论这一个小步有多么的微小，你多么的看清它，你都要确保你每天比你自己的昨天要更进步。当你积累6个月，你再看看这一小步能给你的6个月带来多么惊人的变化。第6个建议呢，是学会做目标的 reverse engineering。 什么是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倒序重建。很多你的目标可能是组建一个乐队，可能是开启一个你从未开启过的项目，可能是开始创业，或者是什么。任何你能够让你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的目标，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这种目标呢，可能在已经实现的人眼里看不算什么，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去实施过，你不知道怎么去达成的话，这种目标对你来说就像登月一样。而这种像登月一样的计划会让你自己内心无比的惊恐，直接让你自己停留在了开始之前，因为你就根本就不敢开始，因为它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做这种倒序重建，从后往前推，从结果开始，把你要做的这个宏大的目标分解成无数的小步骤。不用去在意它的可行性和完美性，因为即使你计划的再完美，中途你还会发生很多你意料不到的一些变化，你都要在你进行的过程中进行改善。这样做的关键的原因就是让你的行动一方面和你的目标它是在一个保持一致的水平线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重建可以让你那个吓人的目标有一个不太可怕的开始，关键是让你自己迈出下一步，然后知道下一步的下一步又是什么。你可以不知道如何去达成，但是你总知道你自己的下一步是什么，这样就可以逐渐建立起我们不断行动的动能。第7个建议呢，把你自己的关注从目标转移到起点。这时候朋友们可能会不解说，你刚才还在说什么reverse engineering， 这个时候怎么又说开始看起点了？在你行动的开始，你去看终点，是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到达哪里。而当你开始以后，你要去看起点，是因为如果你的目标，你的眼光一直盯着终点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在意你自己和这个目标之间巨大的差距，这样就会非常打击你自己的自信，让你没有动力去前进。而反之，如果你去时不时的关注一下起点，你就可以看到，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达到你想自己达到的高度，但是你已经比昨天1个月2个月之前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这样去把自己和自己的起点做比较，不但能够让自己获得前进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你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个人呢，你可以在你目标没有开始的时候
去没有自信，或者是自信心很低，但你一定要在不断行动中去建立这种自信。没有人能够到达你自己认为你自己不相信你自己可以到达的高度，所以可以在一开始没有自信，但是你一定要在行动中去建立自信，最终让自己的自信达到哪一种程度呢？达到能够匹配起这个终点的自信程度。第8个建议，提前去感受6个月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理想版本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日本的收纳师 Marie Kondo 在他的书 The Magic of Tidy Up 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整理魔法这本书中就提到了，当他教人们整理屋子的时候，他总是要求人们去想象这个屋子已经整理好了，他的感觉是什么？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你要从骨子里去感觉。所以就和整理屋子一样，如果你想整理的是你的人生，你一定不要等到你到了那一天再去感觉，你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对未来的理想的你有一个愿景，你要知道是一个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要去想象这样的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要等待你成为了那个你才开始行动，而是从你开始的时候就用未来的你来要求自己。当你遇到困难，遇到一些很难做的选择的时候，你问自己，如果我就是那个更加有智慧的、更加有觉知的、更加厉害的我自己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这个时候会怎么想？我这个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的去听取自己的直觉，这个时候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第9个建议，彻底的清理你自己的物理和精神空间。刚才这条建议已经说到整理了，那这条建议就是更加彻底的整理。比起来得到呢，我们更难做的举动就是舍弃。可能你的衣橱里还放着有5年没有穿过的衣服，可能你的电脑里呢还有各种没有删的旧的 email， 以及你的抽屉里可能还有各种小广告或者是收据。这些东西它都不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激动或者开心或者更好的能量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彻底的整理它。人不只是在自己失恋或者是搬家的时候才要去整理，当你想去迎接一个崭新的人生的时候，你应该去整理所有这些旧的物品还有精神的垃圾。当你去舍弃了这些旧的阻碍的时候，新的东西才会来到你的生活中，你才能够给新的改变腾出一个空间。最后一个建议呢，学会感恩。很多人听到这里就说，哎，这是老生常谈，我很感恩啊，我很感激我的生活。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把感恩总是停留在表面，而是你要从骨子里真正的去感恩。感恩它也是一项练习，如果你不去每天去强化，不去练习的话，它就像肌肉一样会萎缩。在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真正的腾出5分钟的时间，把你今天你所感激的生活任何方面的5个发生，或者是3个发生，把你这些感恩写出来，或者是大声的说出来，去感觉这种感恩的感觉。你告诉你自己，虽然我期待6个月后我发生非常巨大的改变，更好的变化，我也知道我可以，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感恩我现在已经拥有的生活，我非常感恩我自己每天的努力，我也非常感恩我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我知道这10条建议对于很多人来说听起来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你关上了 YouTube 就会忘记这10条建议。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简单的事情努力做，努力的事情坚持做，坚持下来以后，它就能够弥补现在的你与理想的你之间的巨大的差距。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有什么帮助你、启发你发生了人生重大改变的观念、建议、方法、工具，都非常的欢迎你把它留在留言区，让更多的人看到。好了，下期见，拜拜。